人家问我你什么星座，我超级讨厌听到这个。哎，马丁你什么星座？恐龙座。因为每一次都是这样子，人家就是会开始要问你什么星座，你很正常，你讲了，你很好色，你怎么样？爱记仇。但是因为我最不能理解，就是因为星座这种东西，它真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人类很喜欢在这种混乱中找到一些道理嘛什么的。真的很天蝎，你真的很天蝎。真的，我也觉得你很天蝎，讲大道理。很多的外国朋友呢，觉得来台湾生活很好玩，但是我们好像规矩跟毛又特别的多。可是我不懂哎，他们都已经来台湾住这么久了，怎么还会有他们不习惯的一些地方跟文化？应该已经习惯了吧，融入到在当中才对啊。就比如说进早餐店叫帅哥，也不是说你真的帅，对啊，就是一个统称。没有，有些是，比如说马尔丁进去是真的帅，那你进去就是帅哥，客气，那也是。我就变客气了，对啊，我就变统称，对。但如果叫马丁帅哥，就是真的马丁会必须这样回头拿早餐这样子，对。所以还是要分辨的。对，我还是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随性到爆炸的地方，应该没有什么让人家困扰的事吧？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有一些那个，比如说禁忌，好像也还是会有。台湾哪有禁忌啊？比如说，因为我那时候跟我的那个外国的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如果出去外面玩，然后一进饭店，然后他们会直接啪就这样刷了卡就进去。可是我们的习惯会是先敲，然后说不好意思打扰了，然后再进去。那个也只是怕鬼而已呀。那也算是某方面的习俗啊。但你不敲也 OK 啊。不敲你就会整趟就会觉得说怪怪的，不会，会。还有进那个外面住宿的时候，那个马桶要先冲过一次。为什么？就是也是一个小禁忌啊。这个我就不知道哎。对，也是先冲过一次，就是把那个之前那个。你那么年轻的人，我也是发了这么旧的东西。没有嘛，就是以前的人是这样说，我们就一直照着这样做。马桶那个我不懂了。就是之类的晦气之类的。所以连道地的台湾人都已经有这么多无微不微的东西了，所以你们应该也是有这种经历吧？国宪哥，你也知道一些外国人，你觉得他们会不理解的习俗吗？比如说约吃饭好了，他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台湾人这么没有主见，在于约任何事情？我说怎么了？他比如说好约吃饭，想要吃什么？随便啊。随便，因为他你讲随便，他会没有一个目标，他会没有想法，他都不知道吃什么，中式、泰式、日式，你知道哪一种？对，都可以啊，都可以。那是哪一种？就是他一定要有个确切的答案，就是说你要跟他讲说到底是要吃哪一种，不然他会没有想法。好，那我说那什么时候要吃？都可以啊，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吃啊。那什么时候有空？就是他一定要把时间确定下来，吃什么也要确定下来。可是像我不去觉得说，我们现在每天日理万机很忙，你就想吃什么，哪一天你现在有日理万机哦？那就是讲而已啦，对啊，是没有。你有很忙吗？是没有，就你很忙，带小孩很忙，好不好？对啊，就是他什么东西都要确定，你就搞得就会很累，而且跟他讲话有时候就是习惯可能就不一样。像有一次我就是在家里面突然觉得很饿，我拿了一碗泡面出来，然后因为家里面台湾泡面都没了嘛，剩韩国泡面，因为韩国泡面里面都有2块黑黑的四方形的那个像是海带的那个东西，对，但是因为我不是每个都有吧？大部分其实都有。那因为我不确定那个东西是调味料，还是说只要泡在那个面里面才让面更好吃的东西，还是干嘛，我就不知道，所以我就问他说，我能不能问一下这个2块海带是要干嘛的？他说这个不是海带，我说那是什么？他说是昆布。我说昆布，那就是海带啊，差不多类一样的东西。对，我就说海带嘛。他说没有，是昆布。他就很坚持，他说这是昆布。maybe 日本人会跟你吵架哦，还有韩国人。我本来想，我本来想，不一样。这2个的差别，黑木太这2个差别。什么同食物？昆布是昆布，海带就是昆布。我解释给你听，为什么它叫昆布？是因为海带经过晒干之后，剪成那个小块之后，它叫昆布。你有闻？其实一样的东西。对，一样的东西。我去查过。你问一下韩国对。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周医师，泡面里面有一款泡面里面是会有昆布啊，然后是海带还是昆布？韩国叫昆布啦。周医师，你觉得海带跟昆布是一样的东西吗？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东西。你觉得差在哪？一个比较硬，一个比较软。有事哦，那只是做法不同而已啊。它的根是一样的。你说如果说是海带芽，没有，我跟你讲，你
样。你如果要炒食物的话，你可能会惹毛娘娘。对，因为他之前就为了一件事大骂特骂。你们根本分不出来食物，我觉得你们对美食不懂。打抛猪我知道，真的，因为打抛猪你们都分不出来什么是打抛叶，什么是九层塔。哦，九层塔我知道。对，九层塔是盐酥鸡才放的。对，可是你们打抛猪是加那个九层塔的。对啊。有了，有加，然后加九层塔的，其实打抛猪呢是要加打抛叶。可能台湾没有卖打抛叶。有啦，我都找得到，你们为什么找不到？打抛叶跟打抛叶在哪里啊？只有新庄。新庄。只有新庄有卖。新庄有打抛叶。这么明确的地区是不是？新庄有打抛叶。我们台湾只有新庄有卖打抛叶。新庄啊，还有台中的中协广场。所以我卖打抛叶。就是你可不可以原谅我们，就是买不到打抛叶，我们弄的九层塔。就叫九层塔炒肉之类就好啦，不要叫打抛猪。但是我们他是开的泰式餐厅。还有啊，椒麻鸡也不是泰式料理。不是吗？怎么可能？泰国没有椒麻鸡，那不然泰国在台湾，然后有人说，我很喜欢吃泰式料理耶，我好爱你们的那个椒麻鸡啊。我说嘘。需要去死吗？我也很爱点椒麻鸡耶。我根本没有椒麻鸡。没有，椒麻鸡不是泰国的。那泰国有没有类似椒麻鸡的料理？有那个辣拌炸鸡之类的，可是不是椒麻鸡。辣拌炸鸡就是椒麻鸡。我们也有泰式的做法啊。哦，对啊。那请问月亮虾饼是你们的吧？月亮虾饼在我们泰国是越南料理的。是越南料理。月亮虾饼在我们泰国，我们会就是把它定义为越南的料理。哦。对。不要告诉我连冻养贡都不是泰国料理。不是我们的。是泰国南部的，还不是北部的。所以食物很容易会出真的。对啊。但还有一个，你告诉我，一个礼拜的开始是哪一天？礼拜天吧。礼拜天。是礼拜天。礼拜天。看你怎么算啦，西方的都是礼拜一啊。西方礼拜一，你不要骗我，是礼拜天。因为你把你的电话拿出来看，你点进去你那个日历里面看，它是一开始，是日开始，但是都有啦。但是我觉得是个人。但是我们觉得最倒霉的开始就是礼拜一，没错，因为要工作礼拜天你觉得还在礼拜天还在 ending 的尾端。像有一次我就是跟我老婆在争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我跟她说这礼拜开始了，你那天要准备好什么东西，我要叫她准备一些东西，然后她就跟我说，所以礼拜一你要准备这些东西是不是？我说不是，是个礼拜的开始哦。她说礼拜一啊，我说不是，是礼拜天。她说没有，是礼拜一。为了这个东西跟我争到我们后来上网去查，然后我们还抛脸书问大家说，一个礼拜的开始到底是礼拜天还是礼拜一？对，所以婚姻已经走到这个结尾了。不是，就是很多，因为我要给他一些正确的观念，就一个礼拜的开始，因为不然你每次讲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讲的不清楚。那比如说讲，我觉得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讲说礼拜一要准备，或者礼拜二要准备，这个礼拜的开始要准备，很虚幻。我那时候我忘记我讲什么事情，反正就是觉得说，这礼拜开始，那我直觉他觉得他应该是会知道说是礼拜天，就他认为是礼拜一，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我们还是去上网去征求，问大家说，到底一个礼拜的开始是礼拜一还是？所以来，我们听听看各国。所以马丁是瑞典人，我一个礼拜的开始。很难说啊，因为对啊，就是有那种礼拜天开始的，然后因为什么月历是礼拜天开始，但是都是算礼拜一都是第一个嘛。就是要开始工作了。对，我在台湾常常也会搞混，因为有时候跟朋友们，比如说如果我们一个礼拜天在一起，然后可能跟他们说下礼拜，然后他们说下礼拜是明天还是？对，过7天的这个时候会搞错。今天礼拜天的，就是最后一天的吧？下礼拜就是明天开始吧？对啊，我觉得这个就会很麻烦。那娘娘呢？泰国绝对是礼拜天。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礼拜天，因为我们小学就要学这个东西啊，要从礼拜一开始写到礼拜天开始写到礼拜六。你还是很 confused 吧？而且我们的每一天都有颜色代表哦。颜色？你说全泰国的人都知道？全泰国都知道，因为我们从小就学。所以礼拜天是？礼拜天是红色，礼拜一是黄色，礼拜二是粉红色，礼拜三是绿色，礼拜四是那个橙色，礼拜五是蓝色，礼拜六是紫色。为什么有象征什么意义吗？对，好像就跟那个彩虹。不是，跟那个迷信有关嘛？就是比如说你礼拜一生日，就是你要看你礼拜一就是穿什么颜色，穿什么颜色之类的。幸运色啦。对，幸运色这样。台湾也有啊，101会
礼拜一是红色。你有在 follow 101？有啦，因为我喜欢礼拜天的101，因为是紫色。哦，所以你在 follow 101的灯光穿衣服吗？我没有 follow，但我看到它是紫色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漂亮。哦，好漂亮啊！我不能有小浪漫吗？可以可以啦。所以黑木太太，我们应该是理念上礼拜一开始吧，但 calendar 确实是红色开始，所以礼拜天开始。你们也是红色的。好像是。可是因为礼拜一才要上班，所以就觉得是对，就礼拜一。中国的开始就是礼拜一嘛。我们从月开始，我们叫月火水木金土绿嘛。对，所以应该是跟台湾差不多，我们是礼拜一开始算。那韩医师呢？周医师？我觉得韩国应该大部分把礼拜天当成是第一天的开始，因为他们大部分信基督教嘛。对，所以他们都是礼拜天拜拜，然后我看他月历好像几乎都会。所以礼拜天你们就要开始很正式的做人了。应该也不至于啊，做最放松的时候。可是你就不能再搞一些，比如说，请问1到6有多糜烂？比如说礼拜六你还可以续个酒啊，或是干嘛？礼拜5 party， 但礼拜天你就要变成一个正常人。就是他们可能会去教会嘛，去教会祷告，然后迎接接下来的很痛苦的上班日，对，大概是这种概念的。所以其他人有跟那个不同国家的人做朋友过吗？有哎，因为像我那个以前在那英国念书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有认识蛮多的国外朋友，然后有一次那个我朋友就来台湾玩，然后他就发现就是为什么每次进那个便利商店都会有人跟他欢迎光临，欢迎光临，然后他以为是 Good morning， 所以他每次说欢迎光临，他说 Good morning， 然后他发现不对，因为他晚上去的时候也是欢迎光临，而且有时候他们就是欢迎光临，就是也没有很欢迎他，然后他说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然后我说actually it's hi welcome so you can ignore it don't answer it's okay 这样，他说I see 这样，然后后来就是那个他住饭店嘛，然后我们就跟他饭店。就一有人来，欢迎光临，他就帮人按电铃，他就觉得说，那这是一个 welcome， 你好，再有人一进去，欢迎光临，然后就回饭店，欢迎光临，然后他就想说，我说actually 这不是那个你好的意思，但他就觉得说，哇，那个很可爱，然后我跟他讲完之后，他也没有觉得很糗，他就觉得说，哇，就是台湾人很亲切，对，他就很对，他觉得很可爱，就别人到他家也要说欢迎光临，而且他没有说得很清楚，他是要欢迎光临那种，每次你都这样。太光临。那这样日本的便利商店也こんにちは。到底日本的便利商店店员在喊什么？一个下一个对不对？没有，我们是喊到一个字就好。因为我们通常语言很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好烦。而且啥？差不多嘛，可以这样子缩短一点就好。而且啥？然后就是最习惯、最成熟的那个店员就讲啥就只是发出一个音而已。讲什么？可是我们现在去那边玩，还是会听到一个沙，但是后面就模糊了。就一个沙，然后后面就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们是第一个就听得到，就大概知道啊，他在讲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所以应该是欢迎光临。第一个字就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第一个字就重要，是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太简化了吧？所以现在日本人也很懒惰嘛，变得人都死了，已经没有那么有礼貌了，是不是？我们语言太长了呢，已经没有办法礼貌。就反正没有人在听，还是说你在台湾住太久了？对，是不是？我是不是黏音有点太严重？什么东西？就整个声音开始黏在一起。一颗字一颗字不清楚。现在被台湾人有一点反而被问你刚才讲什么？在讲什么？你黏蛮重，黏有一点严重。对，很黏的。你有在练吗？你有想要试着把音分开吗？我是应该是学节目这边就你怪我们比较黏啊。你是说看台湾的节目才变成这样吗？所以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哪有？我们讲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都滴滴咚咚滴滴咚咚滴滴咚咚。还有台湾人全部都讲成这个样子，我就完全听不懂。
没有，王英光人，王英光人，没有啊，我们发音都很标准，对不对？你刚刚才说一个回馈，不是我，这是便利商店。这里有主播，对啊，你一定是看错节目了，对不对？所以你觉得台湾人讲话很不清楚？就刚来台湾了第1年，所以刚学完这个语言中心很清楚的中文之后，我就慢慢开始那个融入这个台湾社会这个中文嘛。然后就刚好这个饭团的这个小摊子也是阿姨经营的，对，就小摊子很多人在每天排队，就说啊，好像我还没有吃过饭吧，就去一下买这个大排队的店好了，我就去了一下，然后真的听不懂，他就一直喊你要干嘛？要说要，就这样，我就完全不知道是他在讲台语吗还是中文，我真的听不懂。然后就那个时候还没习惯嘛，然后算了，就外国人模式开启好了。然后我跟阿姨开始讲 ，OK，Thank you，OK，OK，Good，然后就阿姨好像开始包就这样子包，就这样子包啊？你说很大型的包吗？就这样子包，想说好像跟别人吃的那别人样子阿姨这样包，阿姨这样包。就阿姨就1份这样包嘛，对，她开始这样子包，婴儿式包法，对，婴儿一样这样子包，然后就跟最后嘛，就是反正是要结账，就跟阿姨说，阿姨不好意思，多少钱？300块，300块，所以包完长这样吗？这个吗？好大，别家店我测试，我后来说，怎么可能包得到300块？这团怎么可能这么开40块嘛？对啊，我记得是50块就买得到一个，50块已经很好了。台吗？所以我现在会中文，所以就说啊，好了，测试一下好了。就附近的一个比较熟悉的老板，我跟他说，可不可以全部所有能够放进去的料放进去，帮我算一下，所有麻烦费都帮我算一下，这样子包起来就是差不多这个大小。对，这样子实际算182块，他老板是这样算。所以那个你还被那个阿姨骗哦？有你觉得呢？是被骗？因为如果什么东西就被塞进去才180块，那个阿姨凭什么算你300块？对，我不知道可能什么松板猪，哪有松板？谁会吃松板？还和牛嘞？真的有。可是像你们来台湾已经这么久，你们还会有什么不习惯的？我是觉得台湾的那个婚礼文化真的让我吓死人了。怎么了？超级就是我是觉得台湾人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这样。然后那一天呢，我就有机会，就是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他的那个婚礼嘛。然后呢，就是要包红包，对不对？然后呢，那时候还是学生，然后跟他又不熟，感觉他邀请我只是那个。桌子没有，就那个没有坐满人，就是让我去冲人数这样，然后就是好，我就包了不到1000，对，600 OK 吧？差不多，那是学生嘛，然后就是我就那个递给那个柜台，对不对？然后柜台就直接拿出来，然后把钱拿出来，然后说600，这个是600吗？真的，然后你叫什么？你是谁的那个朋友？我就在糊弄他，我叫阿辉。我就是想说是要让谁看看，然后就是你是要让给我难看的是怎么样？等一下，这是南部吧？不是，是在台北金华区。台北金华不可能，真的，你跟这边喊说600呢，阿辉这样。对，你们的婚礼有这样吗？那我都切我是可以理解要记那个钱嘛，因为他们有时候念出来是怕他点错。没有人会念错。真的会。可是你在排队的时候，听到前面平均都包多少钱？对，然后前面的旁边有人就开始喊2000，然后在那边比较，然后就想说他好尴尬，我毕竟不是他尴尬的人了。你说的是古时候，我说的是我念硕士的时候。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马丁，你应该已经很习惯了吧？你还有不习惯的吗？大部分是习惯的啦，但会有一些东西是，作为一个瑞典人呐，对，我真的就会不理解。你是说到现在你都还会不舒服吗？现在还是不理解。是什么？是什么？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迷信哦，迷信，然后
然后我真的就是因为第一次听到，就是在台湾算命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嘛，大家都去算命，我真的是吓到。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是感情上啊、工作上啊，还是生活一般健康，什么事情都要去算命啊。如果然后你会去找一个算命师嘛，然后他可能会跟你讲一些，你可能觉得啊不准，去换一家。然后这个我不喜欢他听的什么的，我想听别的，就去换一家。然后又要那这个，好像有的，那我去网络上又找一个算命师，一直都转。你这席话，我跟你讲，你不仅得罪了台湾人、泰国人、真的韩国人、日本人也都很爱算。一定。但是你知道最夸张的吗？最夸张，我觉得就是算命师跟你说，一堆金字，或者什么，你不要穿绿色，或者你现在都要穿蓝色，你不要吃牛肉这些。然后影响到你整个生活，然后会不会变？我听到最夸张的有一个朋友，他就感情很不顺，工作不顺，他就去算命师，然后那个算命师他就跟他说，你要改生日。生日怎么改啊？对呀，改生日怎么改呀？他就说你以后你就是要在这个什么日子，你就把这个当做你的生日，回去重生过，你就会顺。我听到这个整个傻眼，有啦，你生日就是你的生日，你重生就是重生。这个有，因为你要骗阎王爷，说你在这个骗阎王爷，不是就是他骗阎王爷，你这个他比如说他还抓你这个时辰生的人，然后你改，所以有阎王爷，有阎王爷啊，你相信？我相信，我当然相信啊。我跟你讲，我本来以前我当兵之前你也骗过他。我朋友有这样过，就是他们有去改过，而且他为了这个改生日、名字，全家人的名字全部都改，而且是马来西亚人哦。发生什么事要这样骗阎王爷？因为他那个老师跟他说什么，这样子的话，他们家可以躲过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所以全家名字都要改，出生年月日也改。对，你相信星座吗？风水？相信。水晶？水晶还好，因为水晶塔罗牌我相信。哇，那个什么那个 A 什么 I 型人 B 什么那个 MBTI 也信，还有那什么人那个什么人类图，对人类图。所以你看这么多，现在列出了这么多，但是其中一个是真的是会就是惹到哪一个？人家问我你什么星座？我超级讨厌听到这一个问题。什么星座是真的会让我很火大。简马丁什么星座？恐龙座。好幼稚哦。没有，人家说它不是真的，全部都不是真的，没有星座了，星座不存在。你先不要生气，你几月几号生？几月几号？我11月17。哎，天蝎。你看，因为每一次都是这样子，人家就是会开始撩问，你什么星座？你很正常，你讲了，你很好色，你怎么样？对，太记仇。你那个朋友他是什么星座？那一定他是什么样，你就马上就把他定型啊。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东西。没有，那只是台湾人打开一个小话题的一个东西。后面我们根本不会 care 你什么星座。很多人都是把这个当非常的就是真的嘛。但是因为我最不能理解，就是因为星座这种东西，它真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人类很喜欢在这种混乱中找到一些道理或什么的。那星座是哪来的？当初最早期的我们是农夫这些我们需要知道季节怎么换那些当然看上面有星星，但没有土因为星星它上面它只是一片空白这样子你把一个点，你当然可以画出东西，但这些东西不存在因为以前我们都以为地球是中心嘛，然后其他都是绕着。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不是那样子你是从这边看出这个，你会看到一个画面，你从另外一个那就不是，因为那个角度都不一样的。而且你知道星座以前2000年，因为地球那个围绕那个太阳，它也会一直就是稍微变一点。对，2000年、3000年前我们开始星座的时候，有一张图，我只能说现在不一样了。你真的很天蝎，你真的很天蝎，真的我也觉得你很天蝎，讲大道理，而且绝对不认输。有第13个星座，可是我觉得台湾人相信星座其实很好对泰国人不相信吗？相信可是很好敷衍没错，很好敷衍，真的。比如说比如说台湾人约你吃饭，你说因为我是这个星座不能出去，他们就会相信。瞎了，
相信我，真的，你随便，好吧？哎，你为什么说不出来这个东西？因为我什么星座，他就OK 这样耶，他不会跟你计较为什么你不说这个。所以泰国没有星座这件事。我泰国什么都信啊。好，那既然马丁要来测验一下这个过年的民俗民情的话，我们来请一个最道地的韩族。过年最道地。韩族应该很知道过年习俗。习俗应该知道吧？真的，你知道除了12星座之外，中国过年还注重12生肖，而且到每一年那个年的时候要讲那个生肖的吉祥话，你们 OK 吗？你知道这个龙什么什么的，所以对，那就现场每个人先讲一句啊。考外国人，考外国人。如果你硬要这样玩也 OK， 但是我们这题只是要考马丁而已。对啊。因为我们很多情境。你是刚从哪里飞回来，还在时差？没有，不是，你是不是时差？我没有。是我看过有史以来最强的一场。超强哎！你到底在干嘛？没看过他这么强。好啊，那就先让马丁讲过年的吉祥话啊。没有这个东西。环节。没有这个。韩族来，有请韩族来带领我们马丁一起来过年啦！恭喜你们！财神到，你要去哪里？好，来，韩族，你教他要干嘛好不好？你带领他。好来。有请马丁。这边呢是我们这个过年的这个一个小场景啦。那我来念一下你们的题目是什么？在过年的期间呢，旁边有一个衣杆。那如果你要去过年的话，你会挑什么衣服去呢？马丁，我吗 ？Yes， 过年哦。那么小的衣服他怎么挑啊？开始选哦。拜托我讲。我觉得就是这个真的。OK， 请你换上。请换上。请换上。马丁，去外面换。这题答对了吗？好想看。请换。快点了，你自己选的。你要现场换吗？还是去后面换？没有，直接换。现在买完放给。我想看。好适合哦。很颜色有很讲究哦。他这样来我们家拜年，我一定超嗨的。超有潮，而且跟裤子很配哎。你看，其实这一套衣服还可以配马丁之前换的那个夹克。来，穿得下啊？可以。穿不下，可以啦。可以啦。颜色还有搭哎。其实过年其实 OK 哦。答对了。飞哥，你真的很懂台湾人的风俗哎。真的，过年就是要穿那种洋装，是不是？全对。而且他奶头好小哦，就是要让老人家开心呢。我觉得这题算他对好。韩族他答对了，对不对？答对了。对啊，真的对啊，过年我们就是要穿中口小衣服，这是我们的习俗。对。恭喜马丁！渡到福到嘛，对不对？接下来呢，第二道题目是，还有，因为这过年是一整套的。在过年的期间呢，我们桌上有一些这个水果啊、雨伞啊、蜡烛、礼物。请问你要带什么去竹姐家呢？我觉得配色很重要吧。来我们家拜年，一样的颜色。配色，一样的颜色。台湾人很在乎配色。我想一个闪电侠，想立到你的旁边嘛。要公称嘛，我们。你没用过折叠伞对不对？开头在这里。没有问题。他刚刚想直接用力。你下来，你会不会用啊？你是没用过折叠伞对不对？我们过年的习俗。又答对了。配色配的好好哦。你太懂过年了，也答对了。因为过年要讲求配色嘛。对，过年就是要跟女主人共同。马丁再讲一句吉祥话，龙年的。飞龙在天。哎，可是他穿上真的很 sexy， 有配到色啦。娘娘有没有喜欢上？超喜欢的，我真的离不开他，会带血流型哎，这个不得了，眼睛离不开他哈。好，谢谢马丁。谢谢马丁。好，那我们来挑战第二道题目好了。我们这个情境题来到第二题，国贤哥，因为你现在也是跟那个也是外国人嘛，对，来给你测验一下你们要约会行程。好，
好，约会行程，那有人要挑战的吗？那一定是那个黑木太太啊。我做什么？哦，没来，我会来，我们约会行程在右手边。好，现在立刻现场舌吻10秒钟。我是做什么？跟你约会？对。约会行程的题目是：现在你们2个到餐厅约会，然后你们是情侣的关系，然后请黑木太太移动椅子到你觉得正确可以跟国贤哥坐的吃饭的位置，正确位置。那国贤哥要先请坐，你已经到，我已经坐了哈。好。正确的位置就是你会怎么做？约会应该要约会怎么做？就看你是会坐这边还是坐这边，还是坐这边还是坐这边。啊？一定要这样吗？面对面。这是你的答案吗？这个是面试的位置。塔罗宝贝这样子，宝贝这样。这是面试，一般是。所以这个是对还是错？这样子。为什么错？错的，答错了。这看起来很像，2个人不太会这样做。因为约会的话，你要坐在我旁边。你们通常会怎么做呢？会来这边。妈的，我去餐厅还要这样子走过去的，宝贝。没有，会叫服务生帮你排好。对，因为这是年轻人才会这样做吧？对啊，年轻人才会。大部分其实都这样做。情侣还是会坐旁边啦。看到没有吧？情侣会坐旁边啦。坐对面才好聊天呢。那是夫妻。我跟你讲真的。真的，我们骗你啊！我骗你啦！国贤哥答对。我结婚前我们就是这样做了，结婚后我们就是照做。真的是。在夜店的时候2个人黏超紧。是不是？泰国这样子的话是那个牛郎店呐，小姐姐。你说正常餐厅是坐对面吗？对，可是如果去那种什么有男性表演啊，韩国呢？韩国会这样平坐吗？不会，通常不会这样做。对，通常是对坐啊，对坐。是不是？瑞典也是对坐吗？对啊，一定要进去，你这样子才可以。谁准你换衣服的？还在聊过年。对啊，好，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今天你们约会的场地呢，其实是在热炒店。那请黑木太太，上菜之后你要怎么使用你的筷子呢？开始。目前正确哦。宝贝。哇，他这个也不能说不对。我觉得对啊，哪里？他只是他少一些步骤啦。步骤来，国贤哥正确示范。因为像现在其实我们也都是这样子，会搓。可是这样子会有危险，因为很容易会插到手。它那个木盒会插出来之后，你会戳到自己的手，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太会这样，所以我们会直接吐开，就这样子。对，把它拿出来之后，但拿出来之后呢，因为它上面都会有一些屑，木屑，所以你必须要先快搓一搓。没有，我是这样，或是这样子。这样子，对，把它磨平之后再开始使用，吃东西的时候就不会吃到血。对，要这样子，要搓。我看很常看到这样子，你不要搓到它生火就可以了。对。那也太强了。台湾人一定会搓吧？一定要搓2下，因为上面有小屑把它搓掉。好，接下来呢，你们要喝水了。请问一下，那个黑木，你会给国贤哥哪一杯水呢？有烫、温、冰。我的话给有再加冰块再给你。冰水哦，冰的一定要吧？跟你说很抱歉，因为台湾人不太喝冰水。答错，因为我们台湾人大概都是喝温边烫。温边烫。我给你热水好了。没有，喝温水。温偏烫，一定要温。对，温水。台湾人不管怎么样喝温水都会好。对，扭到脚也是喝温水。对，扭到脚也喝温水，什么都你就喝点温开水，你身体就好了。你 COVID-19 啊，A 流 B 流啊，就是喝温水。长针眼喝温水。对，不然喝冰水比较爽吗？我懂。对啦，因为日本到处都是冰块水。如果你在快炒店，你要喝冰的，就是冰啤酒。但是如果水的话，就是温水。好，吃完饭了，现在要付钱了。好，那准备买单了。好来，好，宝贝哥，我们现在吃完了，那我先去买单了哈。OK， 好，先去买单哈。好，我就去付钱了。怎么了？错误了？对，因为他没有阻止我。因为台湾人一样，不要了，我来，不要了，宝贝。正常不是都会对台湾人我来，会在那边弄个10几20分钟。对，会拉扯啦，但谁要付钱了？好啦，因为但是黑木太太应该刚想说我是情侣，我应该不用付。对了，对不对？给你面子啊！谢谢。
所以算是答对了，还蛮多的。对啊，还蛮厉害的，一半以上，一半，他只有一半。好，谢谢黑木太太。豆豆，你是带什么题目来？就与旧友见面，与老朋友见面。好，那今天的那个你的 partner 要找谁？周医师吗？周医师，我吗？可以啊。今天呢，你们的这个约的时间呢是7点半要见面。那请问周医师，你会几点到呢？转那个时钟？通常会比较准时，7点到跟朋友见面。如果是台湾朋友的话，答对了，7点半就7点半到。对，因为太早太晚到，我觉得都不太好了，因为你太早到，他们会有压力的。好，那接下来你们终于见面了。Hello， 好久不见。是要来个亲戚？题目是什么啦？题目是周医师非常想知道豆豆，因为很久不见嘛，你现在薪水多少的话，你会怎么问豆豆？哦，通常我们很久朋友你可以直接演，很久没见面了，最近过还好吗？听说你换一个工作对，还不 OK 啊。薪水有变高吗？对，薪水有变高吗？差不多。那你干嘛换职业？对，薪水好一点点了，有比上一个好一点。所以就是有变多嘛。请问每个月多少钱？这个我能不能讲？每个月多少？这么直接？大概好难启齿啊，大概5万。蛮多的，蛮多了。答错了。豆豆说谎，你一个月不止5万。你一个图文就不止5万了，你是一个月5万。一个图文不是不能这样问，但是周医师是对还错？周医师是对的。台湾人都会直接说，现在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很尴尬。有些人会直接问嘛。连计程车司机常常都会啊，我根本不认识啊。一个事情你都要这样子问我干嘛？对啊，我借个5分钟，我等一下下车。那个装熟。他会说你一个月赚多少？有啊。你会回吗？没有啊，就找一个每一个都不一样啊，所以都很难说啊，就讲一堆。日本人不可能问这个，对不对？太没礼貌。绝对不会，我家人都知道赚多少钱。可是泰国人会问吗？泰国人吗？可以问吗？可以。你一个月赚多少？我都不说。你只是爱吵架，对啊，我的比你好，什么之类的。聊完这个薪水话题之后呢，这个周医师发现，我很久没看到这位朋友，但好像有一点点不那么眼熟了，似乎觉得他有改变。这时候你会怎么问呢？请开始。你最近好像变比较漂亮，你都不会老真的吗？是不是有去做什么东西？这太直接了吧？有去做什么东西？是的，我没有，就是有变漂亮就好了。对啊，所以是说还对。为什么？错了。我觉得我们出来一点，我觉得你刚刚前面都很好，变漂亮了。对我那个很 OK， 因为我是是不是有做什么东西？这应该不行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像我很常就是偶尔会去韩国见韩国朋友嘛，他们变漂亮，我们通常不会觉得是化妆的功力啊，一定会觉得说，真的你有做什么事情吗？所以他们想要知道，说你到底做什么。很正常吗？在韩国这样问。但我妈做，这个能讲吗？你不是说很正常吗？我妈在韩国嘛，然后她都会跟我讲。你妈做了什么？她做了蛮多的啊，不是，其实我也承认，我也会定期做啊，我都会跟我的朋友啊，或都会。所以你本来不是长这样吗？我觉得我越老越帅，自从做了医美之后，觉得好像变得比较人模人样一点。你国中长什么样子？你有在带照片吗？其实可以请他们拿出来，对，其实真的差很多，是不是？我刚来台湾的时候，真的长得蛮俗气。你来多久？我来19年。我太太现在看到我大学的照片，我说幸好不是那个时候认识你的。对，她说你那个时候认识你，所以你太太是看到你现在你才爱上你。变身后才认识。差不多变。因为在台湾好像就算是知道有人有变，我们也是那种好像不能讲，不会直接问啊。在节目上我们不是常讲说你是不是又是隆鼻，还是节目上私底下都直接这样子好不好？私底下不行。但韩国不一样。
很愿意分享啊。我发现，在台湾是你做得好不讲，对，因为我觉得我漂亮是应该的，但是你变得不好看，他就会问。有时候他就是台湾的观念是，因为你觉得你做的东西不好看不自然，他才会问你，对，才会问你，所以他想要知道你这样子做不好看，所以他要避开那一家。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文化差异，就是在台湾你其实不太能够直接问说，哎，你是不是酒醒了是不是？对啊，那个活力满满了，他们也很久了好不好？这个我觉得你在台湾直接这样问人家是不是进厂维修是有点失礼的。可是我觉得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就是如果有人说，哎，你是不是哪里做了什么变漂亮？我觉得那是一种称赞。而且像我现在身边的人呢，就非常流行到韩国，大家就是直接包团去医美。可是我之前我朋友就是也有去韩国，为了省钱，因为他们觉得韩国做比较便宜啊，对，然后就都飞去做。但是问题是会出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那个翻译的问题，沟通，因为他们都是请翻译去跟医生讲，对啊，但是中间很容易出错。哎，这么重要的事情有误差会差很多。然后我朋友就觉得，哎，好像没有很满意，就是可能他想要改善的地方都没有改善到。然后他回来台湾，他又不知道要怎么办，那医生也就是有点难挽回这一切，所以我就会很害怕。但之前我后来看到李英啊有用一个叫做 Z 音波的，我就说，哎，他现在有进台湾，然后我在台湾就可以体验到韩国的 Z 音波。是，对，所以我的 Z 音波是强调什么？是拉提吗？还是？那其实 Z 音波也是韩国的一台新的音波机器嘛。那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可以客制化你的疗程。就举例来说，大家以前会觉得说打音波脸会凹啊，对，会痛啊，甚至可能肿吧，会肿啊，打的时间对恢复期很久嘛，所以韩国Z音波它就是去发明那种打的速度又快，然后又不痛，然后它可以去客制化你的脸型。那举例来说，很瘦的人呢，以前的观念是我们打音波怕脸会凹，所以我们不会用音波去打。因为我听到人家说，如果我打了这边会不会变？对，因为你脸已经很小了，对啊，因为它这边会变得更显老，凹下去。因为我有时候如果累的话，眼睛还会有点凹陷，会就是比如说我早上起来都还 OK， 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这边开始就会凹凹的感觉。哦，那会看起来很累，对，看起来很累。对，然后我就发现自己音波好像也可以改善这个，就是它可以打比较表层，然后让我这边可以增生一点胶原蛋白，其实反而会看起来蓬蓬的，就是不会说。因为你现在很好哎。现在对，我觉得我打完之后有改善。你打了？有，我去体验了。哦。可是它痛的程度是需要舒眠麻醉吗？我原本很怕音波，因为我朋友都说会很痛，不可一定会痛呢。超痛。结果我后来发现，原本一开始就是护士说，哎，那你要不要拿那个压力球？就是那么捏。我就想说，我一定要。然后我还说你麻药涂多一点，让我不要无感。结果后来一体验，后来就发现它只有在打到可能骨头这一边会有一点点那种刺的感觉，但是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是放松的吗？是可以放松的，而且我那个压力球就没有捏，我完全没有用到那个压力球。哇，对，所以其实还好，而且我整个人就觉得，我打完之后很快这边就有那种拉提紧致的感觉，有点很崩哎。然后那时候医生在跟我说，就其实你可以先摸摸看你原本还没有打的时候肌肤的弹性，然后你一打完你再捏一下，立刻有改变，就是会变得觉得比较 Q 弹，然后原本就是肉是松松的。对，然后这是我之前的还没有打之前的照片。我觉得我的下颚线没有这么明显，就是这边还是有一点那种嘴边肉的感觉。对，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这边线条整个有提升，有，哎，你这样一比就有哎。对啊，我觉得有差。所以整个疗程多久啊？好快。对，这台机器就是我们是在操作这些机器的医生嘛。其实我们很讨厌要打很久，因为我们的时间就是金钱。所以为什么这台在韩国很流行，是因为它打得很快。重点是打得很快，然后我们的客人也不会觉得痛，所以我们很多是那种，因为我诊所是在上班族的地方嘛，所以他们在空档就是可能吃饭的那个空档过来，因为他不用上麻药，对，所以他就直接去做一个试做，然后因为他可以根据你的，如果你是脸比较胖一点，我们就打比较深一点的探头；那如果你是可能怕凹啊，或者是皮肤松弛，我们就打多一点的表浅的探头。那打一次可以维持多久？一般都是建议是半年到1年左右定期施打就好了。对，在韩国的医美已经有一点偏是保养型的概念，就是他们很多人是2-3个月就会施打，2-3个月就可以打。对，但是在台湾费用的问题，所以通常会建议对，美国音波很贵耶。而且我要加码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其实电波你要喝什么？买牛吗？加码啊！就是你确定你要加码吗？
信我，就是其实电波加音波加在一起打，其实效果也会更好。而且像我前阵子啊，也是去打了豆豆的那个 Z 音波，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很爱打的一个电波，然后整个双管齐下，其实整个人的状况就是会变得比较紧致 Q 弹，就是脸的地方是 QQ 弹弹，然后这边的轮廓线条变拉提。而且啊，我觉得很多人以前都会想要去打那个美国的音波，很贵，然后有之前就也有打，然后美国的音波它其实会比较透，加上它的修复期会比较长，你可能会肿一阵子。那我觉得像刚才周医师和那个豆豆讲到的那个 Z 音波啊，它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恢复期，就中午去打一打，然后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去见人。所以韩国现在很多人就是像刚刚医生讲的，可能中午吃饭的时间就去打一下。韩国他们的医美真的是蛮疯狂的，就是像美国音波其实也是一台很好的机器啦，只是对于我们操作者来讲就是太慢。那韩国厂商很聪明啊，然后说哦你觉得很慢是不是？那我就出一个很快的机器啊，对，然后你觉得很让你们赚更多是不是？我们在拼翻桌率了，这个要开始抬了哦，我在拼翻桌率哦，对，好在哎呦，Z 音波是目前你觉得最值得？目前是音波里面算是旗舰机啦，就是对于操作者还是客户端来讲的话是比较 balance 的一台机。豆豆真的很满意，对，豆豆效果很好。对啊，对啊，男生女生都可以打嘛。对，我是这样打。而且不痛，不痛，而且没有恢复期。我打完之后立刻上妆，什么都看不出来，也不会肿，没有过敏或什么都没有。没有，我第一次打音波，就还蛮满意的。哇，厉害，没有痛。谢谢，谢谢推荐，谢谢。好，赶快做了。很快做了，直接讲出来。没错，大家我们现在做 ending 了。其实呢，我们台湾人就是人跟人之间是很直接 body 的，讲什么就讲什么啦。对。啊，你不爱聊星座，那我们也就不用硬聊这个。你也不需要生气嘛。对啦，不要硬聊嘛，不要硬聊嘛。对，大家其实都很。过年你看，我们也让你穿那种小可爱啊。我们也没有说什么，而且你甚至在室内撑伞，我们也没说什么啦。台湾人真的很好相处 ，OK。好，玩得开心哦，大家。谢谢。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铃铃铃。